特朗普支持俄罗斯霸道条款，八大领袖白宫对决特朗普，谁会赢一局？俄北方集团军副司令遇袭，被迫截去4肢。乌军第47旅摧毁渡河俄火炮。乌克兰收复红军村150平方公里失地，多支精锐集结反攻。乌军狙击手再创世界纪录，4公里外消灭2名俄军。乌军空袭俄最大铁路枢纽，莫斯科车站突发大火，大动脉被彻底切断。欧洲修复170年前铁莱茵河铁路，应对俄罗斯威胁。精彩资讯马上开始。8月15日，有人将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天，因为一场阿拉斯加峰会让俄罗斯赢麻了。特朗普却食言戏耍乌克兰，没有2级制裁，没有停火，只有讨论分割乌克兰领土。关键是特朗普把之前与泽连斯基、欧洲领导人通话的承诺全部抛弃了，说好的只谈停火不谈领土，转头直接背后捅刀，变成只谈领土，还要求乌克兰签署和平协议，从顿巴斯撤军。虽然特朗普说话很客气，用的应该，但明眼一看就是施压乌克兰必须同意俄罗斯的条件。很不幸，美俄好像真的悄悄地站在了一起。那俄罗斯提出了哪些停战条件？火力军只能说很霸道。在上一期视频中，火力军已经说了一部分，现在有了更多信息流出，让我们先来看看吧。据 Axios 报道，美俄领导人谈判期间，普京明确表示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地区未被占领的6600平方公里领土，以换取苏梅和哈尔科夫被俄军占领的440平方公里。同时，俄军以暂时冻结赫尔松和扎波罗尔前线为条件，让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和被占领土为俄罗斯领土。然后，普京还要求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部分解除制裁，并赋予俄语为乌克兰官方语言。而换来的仅仅是俄罗斯书面承诺不攻击乌克兰和欧洲，和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安全保障。一向视协议如废纸的俄罗斯提出书面承诺不再攻击乌克兰，火力军怎么看都像是个笑话。从2014年开始，多少协议成废纸，谁还能相信？这摆明了就是陷阱，而非和平计划。俄罗斯只是想将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合法化，并为未来再次发动战争做准备而已。可就是这么离谱的和谈条件，特朗普居然满口答应了，还向乌克兰和欧洲发出了最后通牒。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其谈论停火，不如直接签署和平协议。若是一切顺利，将安排俄乌领导人会晤。特朗普还特意强调，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乌克兰不是，声称乌克兰收不回克里米亚，也无法加入北约，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求现在泽连斯基的心理阴影面积，那泽连斯基他敢签这样的和平协议吗？很明显不敢。一旦乌军撤出顿巴斯，将直接丧失花费10多年修筑的防御工事、工厂、矿产资源，进一步削弱乌克兰的国防能力和国防工业基础，并使数十万乌克兰平民遭受俄罗斯压迫。俄罗斯将轻松获得损失数十万人和大量装备无法实现的战略目标，从而迅速休养生息，集中力量，随时向基辅继续攻击。这一点从俄军暂时冻结前线，而非彻底结束战争就能看出。乌克兰不会愚蠢到重复犯错，所以泽连斯基拒绝了俄罗斯的条件，拒绝从顿巴斯撤离，只考虑无条件就地停火。可一旦停火，自愿联盟的部队就要进驻，这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俄罗斯坚持先签协议再谈停火，以得到更多好处。而特朗普施压乌克兰必须同意俄罗斯条件，无疑是最好的助力。这种让受害者给侵略者让步的行为，特朗普究竟是为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是有其他原因，目前不得而知。而据最新消息显示，泽连斯基即将上门兴师问罪，且欧洲领导人也将陪同。据悉，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将于8月18日在白宫与特朗普展开对决，要讨个说法。目前准备前往白宫的领导人包括泽连斯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德国总理梅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统斯图布。欧洲主要大国齐上阵，从这个规模上看，欧洲领导人是不打算让泽连斯基独自面对特朗普了。毕竟2月份特朗普曾羞辱泽连斯基，如今泽连斯基又明确拒绝从顿巴斯撤离，若是处理不好，泽连斯基可能会再次无功而返。其次，这个规模也是在表明欧洲态度，让乌克兰参与谈判，画出欧洲的底线，这是欧洲领导人要做的事情，更是美欧关系的转折点。特朗普上任以来，白宫都没这么热闹，一次8个领导人，这比阿拉斯加峰会精彩多了。预计欧洲领导人准备说服特朗普继续维持对俄罗斯制裁，并让其替泽连斯基分担压力，强调乌克兰的底线。乌克兰底线是什么？8月17日，泽连斯基在欧洲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要求先停火，再达成协议。他称，谈判只能从现有接触线开始，乌克兰不会从顿涅茨克撤军，且如果俄罗斯拒绝美乌俄3方会晤，必须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与此同时，欧洲也阐述了立场，如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发表声明强调，俄罗斯不可信，其侵略行径和野心是这场战争的根源所在。其次，支持乌克兰先停火才能实现和平的方法，同时否决了俄罗斯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要求，称其无权决定。最后，他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要为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总之，在特朗普大肆宣扬与俄罗斯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和泽连斯基明确拒绝俄罗斯条件的背景下，白宫即将上演8名领导人对阵特朗普的场景，精彩程度估计比阿拉斯加峰会还要丰富。对决之下，谁会赢一局，会发生什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前线方向，俄乌在会谈期间打得十分起劲，只为在谈判前获得更多的筹码。从发布的战报上看，近些日子乌军歼敌数量越来越少，其原因是俄军进攻的频率和规模越来越小，且已放缓了人海冲锋节奏。通俗的说，就是打不动了。综合战争研究所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报道，8月17日，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雷尔斯克霍穆托夫卡公路上，使用无人机加海马斯火箭炮的组合袭击了一支俄军纵队，导致1名俄军中将重伤和至少3辆俄军运输车损毁。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事后确定了此事，并通报称重伤的是俄北方集团军副司令埃塞杜拉·阿巴乔夫中将。报告显示，阿巴乔夫被紧急送往莫斯科维什涅夫斯基中心医院，需要进行截肢手术。被截去四肢的阿巴乔夫中将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离阵亡也不远了。这对俄罗斯的指挥系统是一个重大打击。失去像阿巴乔夫中将这样的高级将领，将严重影响俄罗斯的士气和协调。同时，此事也反映出乌军仍有能力在情报和协同打击方面重创俄军。俄罗斯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乌军对手。苏梅方向，乌军正在新尼古拉耶夫卡萨德基以及新科斯季扬季尼夫卡附近进行反击。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乌军第225团与82空降旅的一个营击溃了俄军第51伞兵团，又收复一个村庄，残余俄军正狼狈逃回国内。库皮扬斯克方向，一名作战的乌军旅无人机指挥官8月17日报告说，俄军最近在该地区变得十分活跃，不断有3到5名士兵组成的渗透小组向基夫沙基夫卡的乌军阵地发起打击。值得注意的是，据国防快车17日报道，俄军一次试图向前线运输大炮的行动被乌军第47旅无人机发现，并第一时间与邻近的乌军部队协调进行了打击。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精准击中了目标，俄军卡车、车组人员以及运输的火炮被全部摧毁。顿涅茨克州经过数天的高强度进攻，整个战场目前趋于稳定。西维尔斯克、恰索菲亚尔和托列茨克方向战斗规模有了明显的缩小。但乌克兰德米特罗扎波罗热中校报告称，俄军增加了空袭和炮击次数，且正在调动大量人员、装甲车和摩托车，可能正为大规模突袭做准备。他警告说，目前尚不清楚俄军集结了多少装备，乌军要加大巡逻力度，时刻保持警惕。当然，最热闹的战场依旧是红军村方向。经过3天激战，乌军歼灭了多布罗皮利亚大部俄军，收复了差不多150平方公里的失地。据 Deep State 频道披露，8月17日，乌军继续在红军村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歼灭渗透进来的俄军第132摩步旅等部队。目前，乌军已成功堵住了俄军几天前渗透的突破口。截止发文，乌军目前已经夺回并清理了尼卡诺里夫卡、新沙霍瓦、卢比日内、佐洛蒂科、洛迪亚茨、维萨莱和赫鲁茨克等6个村庄。俄军阵亡910人，受伤335人，另有37人被俘。坦克、火炮和90多架无人机等被摧毁。总之，为给阿拉斯加峰会献礼，俄军赌博式的穿插最终以悲剧告终。战线目前已经稳定，目前乌军的反击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此次作战和反击的乌军部队包括许多其他战线的作战旅，如本来应该在托列茨克作战的乌军第12旅、哈尔科夫的第92旅、苏梅一带的第82空中突击旅等，都神出鬼没般支援了此地。其中，乌军第1王牌旅、第93独立机械化旅在此次战斗中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参战的一个营毙敌56人，但自身无一伤亡。乌军第59旅高地掠食者营则在新经济村附近摧毁俄军3辆汽车、2辆摩托车、1门迫击炮以及一座俄军防空阵地。最后，乌军第7空中突击军还在不久前宣布完全清除了红军村的俄军破坏侦察小组。对此，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回应，详细的战况还有待确认。但这几天，俄军在红军村确实受到了重创。火力军坚信，战场上得不到的，俄罗斯在谈判桌上也永远得不到。此外，在顿涅茨克战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乌军狙击手再度打破了世界纪录，在4公里外消灭2名俄军。据前线战斗记者披露，8月14日，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军的幽灵狙击手分队直接在4公里开外连续消灭了2名俄军。
据悉，当时这名乌军使用的是一把14.5毫米口径的 Alligator 狙击步枪，射击过程借助了 AI 和无人机的校正，此举不仅打破了全球最远距离的双杀记录，还将 AI 引入了定点清除的战争模式中，改写了世界狙击史。实际上，如今乌军已开始在战斗中更多的使用无人系统，之前甚至用机器人迫使俄军投降。显而易见，这就是未来战争的趋势。钢铁洪流和人海冲锋起到的作用将越来越小。俄乌之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外界的认知，而随着战争的继续，乌军应该还会打破更多的记录。像无人机打战机、无人艇击沉军舰的事，估计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扎波罗热战场，乌军也发起了无人机袭击，且摧毁了俄军一个弹药库。据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报告称，乌军摧毁的是梅利托波尔科尔瓦茨基通道附近的一个俄军弹药库，且造成了至少6名俄海军步兵和1名车臣无人机机组人员死亡。此外，乌军也在持续对俄大后方实施打击，如在沃罗涅日州，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对当地利斯基火车站进行了无人机袭击，导致车站铁路线遭到破坏并燃起大火。据悉，该车站是俄罗斯东南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俄此轮袭击扰乱了俄军补给交通，将极大地影响前线俄军的进攻节奏。又或是据开源情报披露，8月17日夜间，莫斯科的区域交通枢纽谢尔宾卡也发生了火灾，具体位置在当地的火车站附近。初步信息显示，有3座仓库被点燃，只是起火原因暂时还是未知。但目击者表示，火灾已导致铁路暂停了运营。值得注意的是，谢尔宾卡的地位相当特殊，实际上它距离莫斯科南部也不过37公里，还有一座离市中心只有10公里的国际机场。如果是乌克兰空袭该地，无疑表明乌军已对莫斯科地区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而除了交通系统外，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也是乌克兰打击的重点，如伏尔加格勒的卢克石油基地就再次遇袭起火，可以看到天亮后燃油厂附近还弥漫着浓厚的黑烟。此外，之前被击中的布良斯克的乌涅恰石油站也有了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多个油罐被击毁。总之，在乌军持续不断的打击下，俄罗斯经济遭受了重创，已无力再维持战争的需求。如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作为前苏联国家的哈萨克斯坦，2025年 GDP 首次以人均 1.477 万美元压过了俄罗斯的 1.426 万美元，这也使俄罗斯在前苏联国家中的人均 GDP 排名跌至第5位，而前3位都是波罗的海国家，如今也都加入了欧盟。其中，爱沙尼亚以 3.276 万美元位居榜首，立陶宛则以 3.084 万美元紧随其后，拉脱维亚也达到了 2.437 万美元。如果俄乌战争再打下去，这个排名估计还将会发生变化。战场之外，欧洲修复了170年前的铁莱茵河铁路，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潜在的入侵威胁促使欧洲正着手重启已有170年历史的铁莱茵铁路，以重整欧洲军事后勤线。而想要修复这条连接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与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100年铁路，相关修复工作将耗资170亿欧元。据美国政客杂志报道，该铁路途经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于1991年停止运营。此后，关于其修复的谈判拖延了数十年。然而，该项目多次因贸易纠纷和环境问题受阻，如比利时一直力推铁路修复，荷兰则持续反对态度，认为安特卫普港会对鹿特丹港构成竞争。但如今，欧洲要重启这条铁路，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改变了双方的争论。欧洲各国政府现在不仅从商业角度看待铁莱茵河，更是从军事角度看待铁莱茵河。从历史上看，这条线在2战期间和战后对盟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眼下虽有一条可避开荷兰领土的替代路线，但该路线更长。为了避免出现运输瓶颈并增强运输韧性，欧洲认为增设一条线路具有重要价值。防务快报指出，欧洲的武装部队面临着重大的机动性问题，这造成了一个悖论，即它拥有坦克，但缺乏足够的手段将其转移到前线。如许多桥梁对于重型装甲来说太脆弱，又或是隧道太窄，无法运送超大货物，使得后勤既缓慢又脆弱。若是此刻俄罗斯入侵波罗的海国家，西欧的重装部队调遣就可能需要数周时间，这会给俄罗斯留下向欧洲腹地深入推进的机会。于是才有了这次欧洲投资170亿欧元升级其后勤基础设施的计划。除了恢复莱茵河铁路线外，还将改善陆路航空运输，以求最快完成后方到前线的备战。如今的小型无人机不仅可以侦察、发动一次性攻击，还可以扮演精锐部队的导航。据航空爱好者网报道，美国 AI 与无人机公司 Performance Downwork 目前展示一项测试成果，其研制的 C140轴旋翼无人机挂上激光目标指示器，在1000、1500与2000米的距离外发射激光束，成功引导 F-35A 投掷了4枚 GBU-12炸弹，并精准命中目标，展现有人飞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潜力。
PDW 公司表示，从这项测试可以看出 C-100 无人机可为提供密接空中支援、海上作战的平台，提供远距离精准激光照射能力，借此减少有人驾驶单位的暴露，同时提升作战范围。据悉 C-100 无人机具备多重用途，在美军的分类之中属于第2级的小型无人机，因此被视为消耗性弹药，机身重量约 9.7 公斤，可再额外挂载 4.5 公斤物品，最高时速约65公里，并可飞至3657米高空。这型无人机不仅可以侦调查、运送物资，还可以挂载空投炸弹打击地面目标，现已获美军青睐采购。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与土耳其正在加强国防合作，两国政府已经进入协调阶段。多名相关人员透露，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将在8月19日前往土耳其，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赖尔进行会谈。根据报道，从8月17日起，中谷元将陆续访问吉布提、土耳其与约旦。此行计划与各国高管会谈，深化防卫交流。该行程将于22日结束。这将是日本防卫大臣首次访问土耳其。除了与居赖尔会谈以外，还将参观土耳其制造无人机的防卫相关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凭借乌俄冲突中的出色表现，土耳其无人机产业受到了全球关注，而日本则是计划向海陆空自卫队大量部署无人机，于是将引进土耳其无人机纳入考量范围。此外，在访问土耳其期间，中谷元还将前往考察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土耳其海军造船厂以及无人机制造商拜卡公司。根据日本雅虎新闻网报道，关于美国海军正在推进的下一代驱逐舰 DDG-X，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了最新报告。根据报道 ，DDG-X 将接替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与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计划于30年代初期开始服役。在2026年财年预算中，美国海军为该项目申请了1.33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而在本次报告中，披露了多项新的设计相关信息，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DDG-X 排水量增加至 1.45 万吨，相较于2024年的设计数据增加了1000吨。此外，在美国海军高层的要求下， DDG-X 动力系统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增强驱逐舰的供电能力与航速性能，以便在未来搭载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等高能武器。另外，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今年1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 DDG-X 单艘舰艇的建造成本将高达44亿美元，但海军预估成本仅为33亿美元。考虑到排水量增加、配置提升以及成本估算差异等风险，在美国内部再次出现呼声，希望能重新评估下一代驱逐舰计划，转而通过进一步升级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来延长海军现役驱逐舰的寿命。当地时间8月18日，韩美两军代号为已知自由护盾的例行联合军演正式启动，预支配套的应急后勤演习已知演习也从当天开始举行。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台以来，韩美首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根据报道，该演习是韩国与美国自1975年起实施的年度防御性联合演习，最初以指挥所模拟演练为主，不过在2018年曾暂停演习，2022年恢复后，与其他演习合并为已知自由护盾，并增加野外机动训练。从2023年开始，演习机构调整为分阶段实施，涵盖防空、军需补给等内容，采用协同指挥体系，重点模拟应对朝鲜潜在军事演习。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是怎么看待美俄乌谈判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